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里森，欢迎来到 Auto Lab。今天要试驾的车型来自于一个我个人认为比较孤傲的品牌——阿维塔06。在拍摄这辆车之前呢，我去网上搜集了一下它的一些信息，我发现有很多博主对它进行了赛道甚至是漂移的测试。这不禁让我感到有些好奇，因为我曾经尝测过阿维塔11这款车型，我觉得那是一台感性层面上我非常的喜欢，但是底盘的能力并没有达到我要求的一款车。那么如今迎来了第4款车型之后，阿维塔这个品牌是否在底盘功底上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这成为了我今天最好奇的话题。先来和大家汇报一下这辆车的基础参数。今天试驾的是 Max 的增程版，也就是单电机后置的版本，314匹马力。如果你想要更强动力的话，你可以选择电动版本的单电机或者双电机，分别是340匹马力和仅有的598匹马力。是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迷幻的时代，600匹马力已经是一个很克制的数字了。但当然，这种克制呢也带来了一个优势，就是它配合72.88度电的磷酸铁锂电池，已经可以做到吹拉弹唱续航有600公里的一个水平。而如果选择是单电机版本的话，这个数字还会增加50公里。接下来它的底盘硬件，首先它的避震组件呢是由单腔空悬加 CDC 可变阻尼尔组成，在这个价位来说应该已经算是比较顶的一个硬件了。然后它的悬挂结构，前轮是带虚拟主销的这个双叉臂，而后轮是带铝制一体 HB 的多连杆，所以从它整个结构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应该是更偏向于一种稳定性的一个调教的风格。而最后这辆车开起来的结果，其实并没有像它先前宣传的有多么偏向于漂移、偏向于赛道的一个设定，它其实整体的调教还是比较的舒适的。首先是它的油门，它的油门有非常明显这种粘连感，无论是踩下去还是放开，它的整个加速度变化都是平缓过渡的。那么对于日常那些可能脚底下不是很在意的驾驶员来说呢，这样的调教会让车开起来变得更加的平顺。但是对于我这样激烈驾驶要求可能比较高，我希望它的油门响应能更加跟脚的，而即使是调到运动模式下，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同时刹车，其实刹车是绝对要给一个好评的，它的线性程度在当下这些动能回收功率都很高的电动车来说，已经是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顺感了。能够在电助力的这个协助下，将动能回收和机械制动力做到一个很平滑的过渡，我觉得这一点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车依旧是做不好的。而如果你觉得常规模式下的刹车它的线性度实在有些弱的话，那么你也可以把它切换到运动模式，它的刹车力会来得稍微直接一些，但是不会像某些车型一样直接变得撞墙的感觉。所以整体的这个风格还是偏向于平顺的调教的。接下来呢是它的转向提供了3种力度，其实对我来说前2档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它的回正力矩都会比较弱，所以说它会有一种比较粘手的感觉。在运动模式下呢，会反而显得自然了一些，而且它并没有像那种就是用手力给你强行加重的那种感觉，它整体的手力的变化，包括那个随角度的增益，还是显得比较线性的。在跑山的时候确实阿维塔对于这辆车的底盘还是有些信心的，给我们安排了一段跑山的路线。在跑山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感到手上的一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自信，但当然它的动力限制在这里，我没有办法给到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体验了。说到它的转向，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的增程版本和它的纯电动版本，注意看它前轮的卡钳位置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在前轴前，一个在前轴后，也就意味着它的转向机构为了布局它的发动机是重新布局过的。那么我就好奇了，可能电动版的车型它整体的驾驶体验会稍微有些不同。关于这辆车的动态表现，最后再来补充3个小点。首先，它的动能回收调教的风格和油门刹车和整体的这个调教风格都是一样的，也就是非常缓慢介入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那些习惯了用油门踏板来减速，并且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大的驾驶员来说，这个动能回收你肯定是需要去适应一下的。第2点在于这辆车的 NVH 性能，虽然说它的后窗仅是单层玻璃，但是它的前窗的双层夹胶玻璃厚度相当的可观。而且从这辆车整体的车重以及我们实际体验来看，这辆车的 NVH 表现确实是非常突出，它基本已经来到了就行政级的这么一个水平了。而第3个特点呢，就是
对于一个比较喜欢传统方向盘形状的人来说，不得不提的这个方向盘的方形的一个八角形的一个造型。虽然说我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当你单手握在10点钟方向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但是尤其是在跑山或者说需要在停车场里面大角度抡盘的时候，这个方向盘的适应成本，我觉得至少我这1天的试驾时间可能是不太够的。当然话说回来，作为一台华为赋能的车型，你真正需要自己动手打方向盘的时间其实也不是很多，因为它的全流程，也就是从它自己的停车位出发到上车点来接你，然后一路开到目的地，再把你在下车点放下，再自己去找车位，这条路线这一套智驾系统已经完全覆盖了。说实话，其实这辆车的智驾表现没有太多好去评价的，因为只要是匹配了华为这一套智驾系统的车型，他们的表现就是蛮一致的，基本就是行业第一梯队的一个水平。在今天上午非常简短的体验当中我基本上只有2次被迫接管的情况发生。第一次呢，其实是因为那辆车出现太突然了，所以说是我下意识的去补了一脚刹车。而第2次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出现了3车博弈，3辆车的智驾都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在同样停车场的一个地方，在寻找自己的车位和路线。而我的车在这场斗蛐蛐之中输了所以我不得不被迫自己手动把车给倒了出去。而除此之外，除了那些非常非常极限的 corner case， 这辆车已经可以做到一个相当丝滑、相当累人、相当有端味儿的一个智驾表现。但是这里不得不加一个但是，现在智驾事件的热度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算这辆车智驾系统已经可以比我觉得马路上可能60-70%的人开车都要更加安全了，你依旧不能在当前的智驾技术、交通环境以及法律法规下把智驾当成自动驾驶来用。你的车它不是一个没有人的出租车，你自己依旧是你人身安全的第一负责人。就像民航界的一句俗语一样，每一次飞行安全的提升背后都有一次血淋淋的教训，而智驾也依旧如此。只有每个人更加规范的去使用智驾技术，智驾技术这整条路线才能更好的发展。接下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辆车的内外饰设计我觉得作为品牌的第4台车，阿维塔这整套设计语言在06身上已经显得更加的成熟。虽然说相比于阿维塔07，它依旧保持了自己的一些独特性，比如说没有尾窗，但是无论是它整体的车身形态还是它的细节处理，我觉得都是一个市场接受度更高的一个状态。虽然说它没有办法呈现给我第一眼看到阿维塔12时候那种惊艳感、那种孤傲感，是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是我真的觉得阿维塔12的外形设计非常的出色。但是一个品牌如果一直标榜自己孤傲的话，确实会失去很多的大众市场。所以说这样的改变，我觉得是应该被推崇的。那么这辆车它整体最主流的地方在于哪里呢？其实在于它整个车身的形态。它不同于先前的每一台阿维塔车型，它用了一个相对比较长的 L113，翻译一下就是相对比较长的车头，所以说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视觉效果，其实会有点像是小米速七那样比较偏传统轿跑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呢，也会带来2个问题。首先，长车头势必会影响后部的空间，而第二，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和这个没有尾窗的设计显得搭配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和谐。但是呢，在我比较仔细的研究过这个外观设计之后，我觉得这可能是工程上的一个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一台电动轿车，它的垂向空间是有限制的，因为底下要放电池。但是它的车长呢4.8米出头，而同时再加上一个很长的车头，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它的这一条车顶线条不能发生突变，因为它必须要给这里留下空间，而同时要给车尾视觉流畅性留下空间。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只能牺牲尾窗的一个面积了。所以这辆车它整体的这个视觉效果，虽然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和谐，但其实它最后呈现的结果已经比未来的 ET5要显得友好一些了，因为它的后排空间一会儿给大家展示，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而没有尾窗的设计还会带来另一个优点，就是它在3厢车的一个状态下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后备箱开口，那么它同时兼顾了车身的刚性以及后备箱的实用性。虽然说后备箱整体的空间并没有很大，但是开口大其实对于日常的使用来说有更多的帮助。
接下来我就用我1.9米的身高来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这个车顶线条所创造出来的后排空间。首先腿部受限于这个长车头的侵占，我觉得这基本已经是极限了。我的膝盖能够不碰到前排的座椅，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表现了。唯一的抱怨就是，如果它的前排座椅下方可以再掏空一些的话，我脚放进去，那就已经很不错了。而除此之外呢，其实这辆车几乎所有的基本素质，后排表现都是很不错的。坐姿是正常的，并没有坐板凳的感觉，坐垫很厚很软，而且大腿的支撑也基本是到位的。毕竟我的身高能撑到这个位置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它的靠背角度也是舒适的，甚至比一些德系的行政车靠背角度还要再躺一点。在拥有这个坐姿的同时，我的头部空间还能有4指接近1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任何一台电动轿跑的后排，我能拥有这样的坐姿，这句话我经常讲，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表现了。而阿维塔似乎对于这个后排的要求也就止步于此了。虽然说整体的坐姿还不错，但是并没有任何的舒适性配置加热、通风、按摩，甚至分区空调，在这辆车的后排你都不会看到。所以说，它应该是更偏向于前排使用的一个状态。最能展现这辆车注重前排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连主驾都有零重力模式，而且我的这个身高，我非常的意外，竟然是可以支撑到我的小腿的。所以说，我现在在车里其实真的就是那些大 MPV 坐在第2排的一个乘坐的姿势。而当我变成这样一个坐姿之后，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阿维塔的方向盘要设计成这个形状了。总结一下，虽然说这台阿维塔06提供了赛道和漂移的可能性，但是它最终想要呈现的结果依旧是主打舒适、平顺以及智能。它有自己遥遥领先的地方，它有着非常独到的设计的诉求，它有着为日常体验所服务的舒适内核。所以说，它在市场中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组合。如果你真的想要寻求这样一个集合体的话，它可能会是为数不多的选择。OK，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 Auto Lab， 我是哈里森，我们下期再见。